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权威媒体发文鼓吹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。2022年10月31号，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文说，乌克兰战争呢将以谈判告终。虽然现在不是谈判的时候，但美国必须为谈判打下基础。文章呢非常直白地表示，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谈判来结束战争，而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展开谈判。文章甚至说，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越好，就越难谈判。外交事务刊物是美国的老牌政治评论的杂志，能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呢，一般来说都不会是无的放矢，而是美国利益集团的受益。美国利益集团为什么想要跟俄罗斯和谈的呢？原因呢，也许可以总结成5句话。哪5句话呢？这就是俄罗斯打不垮，乌克兰打不过，美国打不动，欧洲打不起，中国打不着。现在说为什么俄罗斯打不垮？美国故意推动北约的东扩，逼着俄罗斯用武力解决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俄罗斯的普京政府垮台。在乌克兰战争的整个过程中，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国家组织力进行贬低，煽动俄罗斯民众起来反对普京。特别是在9月到10月之间，乌军成功地实施了反击，夺回了部分地区，于是对俄罗斯的唱衰是甚嚣尘上。但是普京政府通过部分动员、调兵遣将、引进国外先进装备、集中打击乌方战争潜力等等手段，重新稳住了阵脚，想打垮俄罗斯，看来暂时是做不到的。再说乌克兰打不过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一再表示，一定要恢复2014年之前的俄乌边界，把俄罗斯军队赶出东部4州，甚至是赶出克里米亚。在西方的军事援助之下乌军在战场上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进展，但是10月中旬以后，乌军的攻势就再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了。相反，俄罗斯通过自杀无人机袭击这些办法，给乌克兰的后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所以乌军再想实现大纵深反击的场景已经是不可能了。美国打不动，主要是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在国内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。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，很多美国消费者就纷纷表示，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被多收了1美元，账单上写的是用于支持乌克兰。1美元不过是一笔小钱，拜登政府不断地向国会提交议案，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，每一次援助的金额都在100亿美元以上。虽然很多人怀疑这些钱有多少真正用在了乌克兰战场上，又有多少被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层贪污掉了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些钱切切实实的是从美国国库和美国老百姓的口袋里被拿走的。如今连美国共和党都看不下去了，表示一定要动用政治影响力，阻止拜登政府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。欧洲是乌克兰战争的直接受害者，美国强迫欧洲国家建立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阵线，欧洲没有从这个所谓的阵线当中收获任何道义上的好处，反而是遭到了能源供应被切断的尴尬局面，不得不高价向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天然气。虽然欧洲居民今年冬天取暖过冬的燃料是勉强够用，可是诸多的制造业企业因为能源供应的问题，只能另谋生路。乌克兰政府还在美国的怂恿下，不断地向欧洲索要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。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想给的少了，或者给的不及时，给的不痛快，就会遭到一顿羞辱。现在欧洲是越来越陷入困境，能源价格飙升，通货膨胀加剧，这一场实际有欧洲成熟的战争是越来越打不起了。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中国置身事外，不断地强迫中国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，试图把中国也拉下水。但美国的企图始终不能得逞。乌克兰战争一爆发，中国就表示自己不是这场战争的挑动者，也不是这场战争的参与方，不同意用武力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矛盾。在战争过程中，中国没有向交战的双方出口任何一件武器装备，但是也没有中断和这2个国家的正常经贸往来。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肯定和理解。越南、巴基斯坦和德国的领导人顶住巨大的压力，先后到访中国。美国想把中国拉下水的图谋是彻底的破产。渐渐的，美国一味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煽风点火、递刀子的政策越来越玩不下去了。民主党显然要输掉中期选举了，美国参众两会和美国政府顶牛的局面很快就要出现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趁拜登他没有下台，设法用谈判来解决乌克兰问题，
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美国政府甚至有可能出卖泽连斯基政权。